大家出国有没有买纪念品的习惯呢？不知道都买些什么？我们飞到世界各国呢，都会买一个星巴克杯。以前真的把它当作是纪念品，摆着都没有在用。有一次，我们用这个杯子喝着咖啡，聊着当时的旅程，真的伴随着咖啡香，沉浸在那个情境之中，还聊得蛮开心的哦。所以我想说，趁着现在头脑记忆还可以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以免等到我们老了，记忆不好了，喝再浓的咖啡也想不起来。喝着咖啡，聊着世界飞行的旅游，我们把它叫做喝咖啡聊是非，还蛮搭的哦。很搭。今天要聊埃及、马尔地夫，有人会说这个组合怎么那么奇怪？只要回到当时的情境，疫情3年了，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还蛮令人担心的哈。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退休的，当时是退休第2年，期间呢，我们也做了很多转型的工程。我们很想利用这次的旅游来检视我们的转型成效，所以这次的出国是我们疫情解封后的第一波，也是退休后的第一波，有点期待，又加上有点担心。那因为这一点担心呢，我想选择空旷而且人烟稀少的地方，脑中就浮现沙漠还有海洋。那要选哪一个国家呢？闷3年了，当然一定要选择最特别的哦。大家应该都曾听说过金字塔是外星人建的，以前都不以为然，一直到2020年7月31号，马斯克 po 了一句话，他说很明显的金字塔是由外星人所建。他不仅是 Tesla 的老板，也是 SpaceX 的老板，一个最具太空领域权威公司的老板，是不是有收到外太空的什么讯息呢？他这一 po 撼动了埃及政府出面反驳。虽然马斯克后来有澄清金字塔是由埃及人所建的，但已经引起全球骚动，所以我把外星人进入地球的第一个国家埃及列入了。再来，因为全球暖化，海平面每年上升4毫米，按照这样的进度，2050年马尔地夫80%的国土都会被海淹没。那他们的总统在海里特别召开个象征性的会议，来凸显全球暖化对马尔地夫的冲击。所以地表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很可能就是马尔地夫哦，要去要赶快，所以也把马尔地夫列入了。所以我们就把埃及还有马尔地夫就这样选定哦，到埃及探险，然后到马尔地夫度假，这样子回想起来真的是超完美的组合哦。对啊。那出发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那上网查了，搭阿联酋可以得到全程防疫险，刷 Mastercard 也可以得到全程防疫险。我们等于买了双重保险，带齐所有常备用药。好，出发。因为选择了阿联酋，不管到哪里都要在杜拜转机，所以我们的飞行路径就是从台湾出发，飞到杜拜，然后转机到开罗等等。这里有一个东西忘记跟大家说，因为在杜拜的转机时间很长，有一间叫做阿浪的贵宾室，在 Gate B26 附近，可以现点餐点、饮料还有调酒哦。好好休息之后，再飞往开罗。结束埃及旅游之后，再飞回杜拜，转机到马尔地夫。结束马尔地夫之后，再飞回杜拜，然后飞回台湾结束旅行。这个总飞行是24,820公里，飞了32个小时。这样飞得快跟我们上次环绕地球1圈差不多所以要累积里程搭阿联酋就对了，但是只能累积在阿联酋航空，因为它没有加入天河星空联盟。那除了防疫呢，我们也做足了埃及的功课，上网看了很多埃及旅游相关资讯，汇整了埃及6大必游地标。我们请 Jack 规划，把这些点全部串联起来，就整理出这样的行程。要去埃及的朋友呢，也可以参考看看，我觉得至少要10天，因为要去的点还蛮多的，而且还离蛮远的。那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呢？我们会从开罗搭飞机到南方的阿斯旺，展开对6大神庙的探索，接着沿着尼罗河乘邮轮北上，在帝王谷深入法老陵墓，清晨搭热气球升空，从空中俯瞰尼罗河绿洲与沙漠交界的壮阔景色，再出发前往红海，坐玻璃船下看圣经中摩西分海的传说之地，随后走进撒哈拉沙漠，体验骑骆驼与冲沙，返程回到开罗，造访壮观的3大金字塔与人面狮身像，最后来到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庞贝柱为整趟旅程画下历史与文明交织的句点。这样就把所有景点都串起来了哦。那我们要开始了哦。去哪里？回到5000年前的埃及啊，
我要召唤穿越时空大门。抓紧哦，好，可能会有点头晕。好，闭上眼睛，跟我这样做。Imhotep, Imhotep, Imhotep, Imhotep。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5000年前的尼罗河啊。埃及有7000年的历史，一直到5000年前才开始有文明，一切都要从尼罗河开始说起。尼罗河的发源地白尼罗河源自非洲中部，南尼罗河源自伊索比亚高原，两个汇合在苏丹的首都克土木，流经11个国家之后呢，从埃及流入地中海，全长665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哦。人跟动物都需要用水，所以一开始都是在河边生活的，尤其是埃及，有96%都是沙漠，所以全部都往尼罗河靠，开始聚落、农耕、畜牧。那人之所以会变成最文明呢，是因为我们会把看到的画成图，然后转变成文字，经过雕刻保存起来之后呢，经验传承，不断的进步。在1799年的时候，法国拿破仑的部队有一个士兵在埃及尼罗河附近有一个叫做罗瑟塔小镇，挖掘到一块石头，上面有3种文字：象形、埃及草书体、古希腊文。经过了23年，在1822年的时候，由这位法国语言学家破解了石头上的文字，也等于是揭开了埃及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读懂神庙、金字塔、帝王谷里面的文字，也可以知道什么法老建了什么神庙，发生什么事。简单的说，就是把古埃及从神秘传说转变成可研究的历史文化。这块石头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把它称为罗瑟塔石碑。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当然立刻到埃及博物馆朝圣，结果看到的竟然是复制品，很失望。所以隔年到大英博物馆，终于看到正品。有了这样的文字破解，大家去埃及旅游，看到这些千年古迹，才知道它背后的真正意义啊，才不是只是看庙啊、柱子啊、沙子这些而已。也正是如此呢，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里讲这个跨越千年的故事。那你对我们之前去神庙、金字塔还有帝王谷的印象怎么样呢？有点模糊嘞。我也是呢。那我们喝一口咖啡，试看看会不会换回我们的记忆。阿布辛贝神庙，拉美西斯的巨像王国。这座神庙直接刻在山上，外面坐着4尊超过20公尺高的拉美西斯2世像，像在对你说：“我就是神。”每年2次太阳光会刚好射进去照亮神像，超精准。古人根本 GPS 神人。这里不只是神庙，更是古埃及建筑与天文的奇迹。结果一早来这里看那道光，全都照在我们脸上。飞来神庙，这座神庙建在尼罗河的小岛上，要搭船才能到。女神伊西斯的浪漫之岛，主神是伊西斯爱、魔法与母性的象徵。神庙有种柔美的气质，尤其日出时，阳光洒在水面上，整个画面超梦幻。它还曾经被整座搬家，是联合国保护古迹的经典案例。埃德夫神庙，保存最完整的神庙。这座神庙是荷鲁斯的主场，门口站着超帅的鹰神雕像，它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神庙。走进去就像回到古埃及时代，你会看到完整的墙面浮雕、神秘暗示、古代仪式的细节，还有个 WiFi 图示，赶紧连线看看，太震撼了。科温坡神庙，2位神明住一起的神庙。这座神庙超特别，是世界唯一的双神神庙，左右对称设计，一边是鳄鱼神索贝克，掌管力量和生育，另一边是鹰神荷鲁斯，象指王权与天空。走进去，仿佛走进2个世界。外面还有鳄鱼木乃伊博物馆，胆小勿进。卢克索神庙，法老加冕的舞台，这里不是祭神，而是王权的象徵，是法老加冕的地方。门口有巨大的拉美西斯像和房间碑，另一根被送去巴黎了。晚上打灯超美，沿着狮身羊首像的神道一路通到卡纳克神庙，走起来像进入时光隧道。卡纳克神庙，埃及神庙界的巨无霸。压轴登场的卡纳克是世界上最大宗教建筑群。里面最有名的是柱林大道，134根高达21公尺的石柱，真的超大根，整个像走进石头森林。还有神圣湖、巨型雕像、方尖碑，每一步都是震撼。眼前这3座就是最有名的吉萨金字塔群，最大这座叫胡夫金字塔，是目前现存最古老也是最大的金字塔，高146公尺，连现代人都赞叹它的工法。第2座是卡夫拉金字塔，虽然比胡夫矮一点，但因为盖在高处，远看常让人以为它最大。顶端那块白色是原本整座金字塔的外壳。第3座是门卡乌拉金字塔，最小的一座，但它底部用了红色花岗岩，外观更有变化。3代法老，3种设计，一步步让金字塔从极致走向简化，也预告了后来的改变。自从图特摩斯一世法老后，就不再盖金字塔，而是转向更隐秘的帝王谷。帝王谷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们的墓地，跟金字塔不一样，
帝王谷的墓都藏在山里面，看不出来地面有什么。这是为了防止盗墓，因为以前的金字塔太醒目，宝藏都被偷光了。每个墓都是从岩壁里挖出来的隧道，里面有彩色壁画，画着法老走向来世的旅程。最有名的就是图坦卡门的墓，打开时几乎没被盗过，还发现了黄金面具。帝王谷可以说是埃及法老的隐形金字塔，从这里开始，他们不再往上盖，而是往地底深藏。都记起来了耶。是啊，这个法老跟埃及艳后蛮面熟的哈，也很厉害，还把我们当时的情境都融入进去了。说真的，当时我们顶着40度的高温，而且都在沙漠上走完这些补给，真的很累，但是很值得。而且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让我们亲身体验的撒哈拉沙漠。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走了那么多天下来，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呢？我觉得最悠闲快乐的事就是每天结束行程之后，回到尼罗河的游轮上，跳下泳池，喝杯饮料，看着河边的景色，真的是超棒的。你呢？我还是一直在想着金字塔是不是由外星人所建的。我觉得他总是在远方遥望着他所建的金字塔，偶尔会转过身来看着我们。那么可怕，我怎么都没看见。老高有说，我们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看不见他，他看得到我们。我们已经这样和平共处了好几千年了。那我们这次在埃及呢，不止买杯子，还买了这幅画，非常特别的。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这幅画的来源，它真的让我太震惊了。原来埃及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预料到我们要搓鼻子过日子的生活了。
当飞机起飞，看到我们离开沙漠，穿越印度洋，越接近印度洋赤道附近的马尔地夫，从空中看到很奇特的海上画面，因为它有1200座珊瑚岛，还有26个环礁组成，所以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特别。到马尔地夫呢，可以选择住在居民岛体验当地生活，也可以选择一岛一饭店，专属管家，纯度假之旅。因为我们刚结束埃及之旅，非常累，所以决定完全放空，也没做功课，都交给管家来服务。那管家会依照国家语言来分配，所以沟通上完全没有问题。一到就带我们去吃吃喝喝，然后介绍饭店设施与服务。进房间介绍，除了窗外海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可以看见底下海景还有无限畅饮的 mini bar 来到这里就是要玩水，为了要让有下水的动力，我们的管家特别将饮料放入泳池底部，想喝就要潜下去。马尔地夫水的活动很多，你可以静静地在沙滩上看着别人游泳玩水，也可以走在海边踏浪，或者出海钓鱼，钓不到鱼就潜入水里抓鱼。如果不想下水，还可以海上健身房边看着海边运动。累了就上岸，可以去 SPA， 在海底餐厅看着鱼儿游来游去，享受美食。也可以在沙滩上烛光晚餐，这就是马尔地夫的节奏哦。我们在马尔地夫每天就是吃着美食、玩水、欣赏美景、放松心情。最后，我想以这对夫妻送我们的一句话 ：Enjoy your life, walk around the world， 享受人生，走遍世界。正好呼应一开始我说的，这是疫情解封后的第一波。也是我们退休后的第一波，我们会持续走下去，探索这个世界。马尔地夫再见了，谢谢你让我们好好放松了埃及的辛苦。回家喽，再为下一站准备。